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打开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会开通直播，我们的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雷26岁，来自四川，婚礼主持；小刘28岁，来自四川，化妆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如何评价对方？他总是想一出是一出，把生活搞得一团糟。逃避责任根本就给不了我安全感。你希望对方怎么改正？别太任性了，我挣钱都是为了家里，捣乱只会两败俱伤。干不成事儿都说是我捣乱，总拿工作当借口。冷静一点吧，别再用极端的方式再逼我，能好好沟通吗？主动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我多一点安全感。一个要安全感，一个说对方任性。哎，我们先确定一下您二位的关系，你们二位是夫妻？结婚了，对，已经结婚了哈。是。结婚几年了？4年了。有孩子吗？有。孩子多大了？4岁了。4岁。今儿谁要来的呀？今天我要来。既然你要来的，那你先说说吧。我们俩呢是高中同学，我们在大学呢就挺有缘，进了一所大学里面，聊着还挺好的，我们俩就谈恋爱了。大1、大2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反复给我提结婚这个事儿。我当时觉得这个呢是一个美好的憧憬，也是一个幻想，但他不一样，他干嘛呢？跑去隔三差五的确定一些东西，在网上呀买一些什么喜糖的礼盒，去买一些那个很多的关于婚礼结婚的那些东西。那有一次他一个大学同学结婚，他就去当伴娘。那个婚礼后面不是有一个环节是抛手捧花吗？他就没让人家抛，他直接去把那个手捧花要过来了。他当时也问我，他以后结婚一定咱俩吧？那肯定是呀，这气氛也到这儿了，这朋友这儿我也不可能驳你面子呀。我就说一定是我们的。那我当时就想，他就这么着急结婚吗？什么叫我着急啊？结婚是你自愿的呀。就之前在一起1年的时候，我不是问过你，我们是不是要结婚的？你说对呀。那从校服走到那个婚纱是不可以的吗？而且之前是你承诺过的，为什么你承诺的事情你总是做不到呢？我当时还不是想着幻想吗？那后面我们俩周一上午上完课，下午呢他就给我说要去一个比较惊喜的地方。去了之后我一看是民政局，他就把我领着去领证去了。我们俩走进去，我们问那个工作人员，这领证需要什么手续啊？他工作人员反问我们，你们多大呀？他说我年龄不够。哎，不，等会儿你们2个人要商量结婚这事儿，不得先跟双方父母说一下子吗？对，我们那个时候他不是说惊喜吗？就咔一下就去了，年龄没到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就说这个不领证也行，先把酒席这什么东西都办了。我说办的话回去要和父母商量一下，我们就回去了。爸爸妈妈就觉得可能太小了嘛，也不合适，就拒绝了。完了这个事情呢，他也来溜我，我就溜不过他。然后呢，我们就回去继续给我们父母讲，父母也溜不过我俩了，就还是同意结婚。但后面我们俩就去订婚纱礼服，我们去了市区里面的一个婚纱礼服店，挑来挑去就觉得挺满意的，就把定金交了。第2天，他说朋友说礼服不好看，他要换一家店挑。然后呢，那个店里面定金就不能退，这个就把几千块钱就没有了。但这个事情就来来回回，总共他换了有7、8次，这儿有耽搁了有2、3万块钱。但是我们家里面也是出了钱的呀，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出钱。那爸爸妈妈的钱不是钱呀，我们那会儿工作也没有，我们确实每一分钱要计算嘛。除了这个事情以外，我们后面他不是急着领证结婚吗？但是呢，她也怀孕了。他当时我们3金彩礼什么东西的都搞定了，然后他突然又给我来一句要买一个车。我怀孕了不应该给我买东西吗？那你这样你不买车，那你买套房啊，你拿一点钱给我呀，你怎么不拿呢？结婚的时候你是拿了3金，但是你那个彩礼才多少钱啊？你好意思说吗？彩礼多少钱？彩礼18000。这不当时你着急结婚嘛，你要车要车，你要婚纱就婚纱，全部也答应你了，对不对？那后来还有一次更过分，我们俩后面工作了，我不是干主持人嘛，我干了一个团队，我们就是在外面接单那种。我呢就不能像那种朝9晚6那种正常的上班时间，我平时有很多时间要和我的客户、我同事沟通协调一些细节。有一次我在外面正和我客户打电话呢，打着打着他就突然在房间里面给我的那个手机运营商打个电话，把我卡给停了。我那天完了。我不可以挂停吗？我想问你，我之前结婚的时候给你说没有？我说的是最重要的是安全感，你相当于结婚了，是不是该把我放在第1位？你没有吧？那你还有你吗？我打电话不是为了挣钱吗？我忙完我就是要回你啊。
对不对？相当于当时手机就用不了了，对吧？对，当时用不了了。导我后来有很多的那个差评，还有很多的那个同行呀这些什么的投诉我嘛。这个都是你的问题啊，你能力有问题，你为什么差评要怪我呢？那也不是联系不上客户嘛，那能力怎么有问题了嘛？那我都联系不上你，你为什么要去联系客户了？我最后呢，我选了一下，选家庭了，我就把我的团队放弃了，我就一个人又做点那种独立的摄影师，拍照什么的，给别人拍照。完了之后呢，他又说我这个收入又比较低了，又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温饱了，这个物质世界不够富足了，他又来逼我，又去开公司，开个大公司。他跟我说他朋友啊，他的闺蜜啊，都要么公司经理，要么公司老板。然后呢，我俩又没钱，他就说找爸妈要吧，找这个朋友借点吧。完，我刚开始不同意的，这个事情包括他爸妈都不同意，他回找他爸妈也拿了钱，他爸妈都不同意。我妈为什么不同意呢？我妈给我钱了，钱给到你了呀，你难道没有收那笔钱吗？最后这个妈妈的钱是借给你了，对吧？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的妈妈不同意？是他妈妈跟你说了是吗？说了，今天妈妈也来了。来，我们把妈妈请上舞台，咱们问问妈妈到底同不同意给他们开公司这事儿啊？来，有请妈妈。妈妈，现在小两口呢有一个歧义，您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我是不支持的，我也没有办法呀。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天天打电话，天天哭，一哭二闹三上吊，半夜都给我打电话。女儿是吧？对啊，我没有办法。拗不过女儿，然后最后就戒了，对是吧？对。他们两个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您觉得这女婿怎么样啊？还可以。您要是给自己的女婿打个分的话，打多少分啊？打个7分吧。那挺高了。那后来更离谱，那我们不是借了钱吗？我还是最后去给他把这个事情倒腾起来了，干了2个月3个月吧，我们俩就干亏了，房租、水电、人工啊等等这些亏了30多万。我们本来就没多少存额了，然后呢就又没有钱了，还负债了。负债了之后吧，我们就出来还是做以前工作嘛，本来也挣到一些钱了。我想着我朋友那些钱嘛，也是钱，我们先还嘛，爸妈的钱先还一还嘛。然后呢，我要还钱的时候，他又不肯了。他说这个日子我们俩才刚刚好一点点，钱呢先不着急还，等我们俩有钱了，富足一点了，我们再去还他们的钱。然后呢，他还把我的朋友这些全部删除了。我怎么不可以删？你那狐朋狗友，天天以还钱的名义出去喝酒唱 K， 难道很正确吗？我当时想着人家借我们钱，第一人家又没收利息，第二个也是朋友，这里面有一个人情世故在。人家借完钱我还人家钱，我请人家出来吃顿饭怎么了？妈妈你怎么看这事儿？女儿把她的朋友都删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哈。他说让我把这个钱全部交给他来管，我不交他就拿离婚来逼我。交给他了以后，他呢就也没用到个正地儿上，他就去买他的衣服裤子小裙子。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太多钱来过这个小日子，这种富足的日子了，他还要我买那个小金豆。但是当时他答应过我的呀，答应的东西肯定要做到啊。行。后来有一次更一拍脑门，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但是一个女性，她从外地来，我作为这个主客，我就得给她订酒店。我当时呢，为了不让她就觉得不好嘛，我就还把那个订酒店的那个短信什么的都留成她的电话了。留成你老婆的电话？对，留成她的了。我怕她担心嘛，就觉得孤男寡女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就把人送过去了。我没想到她比我还早到那儿。去了之后呢，她二话不说给我一大嘴巴子，说妈，我那客户是小三。完了，我客户啪夹着行李箱直接就飞走了。那打你2耳光都算轻的了，要是我来更狠。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还好意思说？他亲自逮住你了。你看吧，主持人就这样。有脸吗？你有脸吗？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们来确定几个事实啊。第一，这个女客户从外地飞到成都来，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小刘？好。你老公要真的找小三儿的话，为什么要留你的名字和电话呢？我怎么知道他会这样做呢？哎，姑娘，你这有点不讲理啦。丈夫，你怎么说？为什么要用老婆的名字给客户定？当时我也想着，我呢也不能要引起我家里面的误会，那确实是个女客户，所以我呢就把这个信息留成她的，就让她不要担心。完了，当时手里面还拿着合同，她也进来看着了。完了之后也没看到什么，巴掌就来了。来了之后呢，他就也骂人家了，然后合同人家字还没签，手印还没按呢，人家就走了，就都走了。我又没追别人，我就追他去了。回家就和事吵了几天，反正这事也没怎么吵明白。完了后面呢，也就还是这样过了。再后面他又想一出是一出什么呢？我们俩生了孩子之后，
我们俩在一直没说孩子的事，孩子你们俩谁带呀？我在带。然后呢，她有一次和闺蜜吧出去吃饭，她回来就给我说，她说孩子一定要带身边，带在身边呢就是要和妈妈亲一些。我当时呢就说我们这个情况也不允许我们带孩子呀，我们确实也经济上和这个生活作息上和孩子完全是两回事儿。我说先把自己先过好，我们稍微的后面我们再把孩子接上来吧。她妈妈也不同意嘛，她呢回去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自己回去就把孩子一个人就接到成都来了。哎，为什么你会说我妈不同意？妈妈同意吗？她当时是背着妈妈。我是不同意的。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我想问问，就是谁的主意？你想嘛，怎么可能是我？真的是我的女儿的主意吗？我敢做主意吗？你没有主意吗？哎呦妈呀，您不就看中他没主意吗？我问了他的呀。谁的主意？我的嘛。但是你应该给我打过电话呀。我当时手机卡都拔了。从来都不尊重我们。当时把孩子接上来以后，孩子发烧在医院，你们在干什么呀？阿姨，从来付过钱吗？住院你们付过钱吗？当时孩子上来以后，我们俩就去找那种托管班，公立的呢就没有，私立的就没有那个经济水平，就只能在家里面带。那孩子在家里面他又带不好，他又闹了之后呢，我在外面工作，他又一个电话又把我打回去了，打回去之后呢，又让我去哄孩子。那个时候我就生活和那个事业还有这个家庭都已经开始一团糟了呀。现在孩子在哪？还在我们那儿。妈妈现在也接受这事儿了吧？我现在不带了，我还特别好。然后后面还有她又干了一个事儿，她那个闺蜜买了个车回来带她去兜了一个风，兜风完了之后呢，回来就一直嚷嚷又要买一个车，我们那个车还在那儿。然后呢，她就背着我还去把这个车定金也交了，老妹儿一拍几万块钱又付了，付尾款了，又找到我了。哎，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我们不应该买一个车吗？你买车这事儿，你跟你老公商量了吗？我问了他一嘴啊，我说我想买一个车，他说的是你为什么又要买辆车？家里面有啊，所以这事儿相当于没商量成功。但是应该买啊，应该不应该？我们待会儿再说啊。稍微问妈妈两个问题：当初你女儿闹着要结婚的时候，您同意吗？不同意啊。那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是吧？这没办法就结了，没有办法呀。女儿我们自己宠坏了。结了婚之后，您看着这个女婿，刚才也说了打7分，这女婿最让您不满意的地方，您觉得是哪？他从来都没认真对待工作。那您觉得您女儿有啥不好的地方吗？我的女儿肯定是对的呀。行吧，今天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您先稍事休息，谢谢您啊，来这边。你俩今天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想要把这些矛盾看能否解开。结婚也结了这么多年了，也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我们还是就是来这个节目想要调解调解，看接下来的路应该到底怎么走。你俩想过分开吗？目前没有。女生呢？没有。好，我们先来听听今天同样来求助的小侯和小吕，你们听完觉得这哥哥姐姐他们处理问题或者他们的婚姻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我觉得我特别羡慕这个姐姐，她老公就特别有担当，然后她做什么事儿都有她老公给她兜底。你不赞同她的意见吧？不赞同，但是我就觉得她把所有锅甩给我啊，就做错了什么事情。你看在别的女人眼里，你老公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哎。来，我们问问那个男士小侯，你怎么看？我现在就想结婚，然后他要像这个姐姐一样坚定的话，非我不嫁，我们就不用来这个节目了。好，谢谢二位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老师们怎么说。男孩，我跟你说，他妈都改变不了他，你一定改变不了他，我们也改变不了他。但是有个问题是啥？就是他犯的错误，他母亲归咎于你身上。这个问题你就要想得很明白。我觉得大家双方坐下来谈。甚至可能你们的父母都要坐下来谈，就是权责利必须得规避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从现在开始，你不能把你所有的钱都交给他，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一直都是个软柿子的话，我告诉你，你们家好不了，不行就散，有什么谁散不起的呢？那么女孩，你是一个化妆师，其实你应该很知道怎么样去服务别人的情绪，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取悦你的客人的，但是你没有把良好的情绪提供给你们家其他的任何人，一切都是以你为主。你是谁呀？他如果跟你离婚了，你是谁呀？请问，如果没有你妈妈帮你，现在你在干什么？你凭什么生这个娃呢？你不可以再这样对待你的父母，太不公平了。
太自私了，你这样自私下去，所有人都会离开你的，你知道吗？其实你妈妈在救你，你老公在救你，我们都在救你。但是我就是这样啊。是啊，所以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你日子过不好啊。你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认知，否则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离开你的。你真的不要相信他现在说他还想把日子过下去，不是的，他已经不想过了，只是他没有说出来而已，他不敢说，怕你妈抽他。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想要这个人一直听你的话，你还能够想把这个日子安稳过下去的话，首先我觉得先自强吧，先自己学会赚钱，再去要求别人赚多少钱。文老师说让你把钱交出来给到你丈夫，你敢给吗？我为什么要给他呀？因为你不配啊。那是我的丈夫，我管他钱难道不可以吗？那是你的丈夫是吗？啊，对啊。人家要说要考虑离婚了，你听到了吗？离婚就离呀。啊，那他还是你的丈夫吗？不是啊，就不管了呗。所以你要把一半的夫妻共同财产还给人家呀。哦，那拿去呀，那就把他欠我钱还给我就对了呀。他欠你什么钱？就是父母借的钱都是他欠的呀。是他个人欠的吗？是谁逼着他去借钱的？你会回答问题吗？怎么了嘛？对，是你对不对？对。凭什么让他一个人承担呀？公平吗？做你丈夫就应该这样吗？这叫担当是吗？你所有的现状都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造成。我原生家庭怎么造成的呀？特别好，你拿话出来说呀。特别好是吧？为什么要说原生家庭父母了？难道不是吗？难道就是吗？你的父母对你的爱没有错，但是溺爱他已经亲口承认了，给你惯坏了，你听到了吗？你无视现实的条件，你无视他人的感受，你想不到后果和责任，你应该怪谁呢？自己好好想想。你觉得他没有担当，实则他一直在拖你的底，他就应该早像我这样跟你去吼，去告诉你，生活不能这么过。你是妈妈，你有一个孩子，这么不顾后果的就去买车接送孩子，好可笑啊！你为1、2公里去买一辆车，那他买不买嘛？他要买呀。是你要买的，咱们说这个逻辑。我要买，他出钱没有？不要把所有的后果都推给别人，给你承担。你现在说话。为什么？我在问你呢，他说什么话？你说话呀。我在问你呢。你说不说？我再问一遍。我当时你别说。他为什么不能说？因为我在问你，是你提出要买车对吗？就买。你就买也好，我要告诉你是按我们的行为逻辑啊，我们不会买车的，我们顶多买一个电瓶车，又方便又快还又省力，这就是逻辑。如果你不遵循这个逻辑，你一味的任性撒娇，无所谓啊。我们今天聊完之后，咱们就谁也不认识谁了。你毁的是谁？毁的是你自己。你伤的是谁？你伤的是爱你的人。小雷，我劝你离婚。说实话，你过到今天这样，你活该，你自己找的，自己选的。在大学的时候，没有认真上学，没有认真的去规划自己的未来，就被婚姻牵着鼻子走。他今天这样如此作，如此无理取闹，你有一大半的功劳，因为你惯的。说结婚领证就去领，说办婚礼就去办。看到换7、8家婚庆公司的时候，我就跑啦。大学还没毕业呢，工作还没着落呢，就结婚。你根本无法改变你眼前的这个人，你根本无法改变你现在生活的困局，你更没有办法让自己从这个困局当中脱离出来。你们2个人只会越打越厉害，越吵越厉害，最后影响到孩子。我觉得最可怜的是你们的孩子，作为一个母亲，突然之间让他离开了自己的第一抚养人，我不知道你这个当妈的是怎么想。你知道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创伤吗？你以为你是妈，你是他的妈，你就有权利决定在毫无告知、没有任何心理预设的前提下，就把他强行的离开他的第一抚养人吗？这会给孩子的依恋观上造成多大的创伤？他从小到大，从生下来就跟姥姥在一起，突然之间看不见姥姥了，他会觉得姥姥抛弃了他。问男生一个问题啊，好，如果说接下来你们继续在一起相处的人生状态是，你可能又要惯着女方，或者又要做到一些随时响应，然后考虑不到你的需求，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不是我想要的。那么从刚刚女方的母亲站在这儿，可以看出女方的母亲是比较惯着自己女儿的。那么她希望一个什么样的女婿呢？
他希望这个女婿也可以像我惯着我女儿一样来惯着。如果做到了就是好女婿，做不到就是不好。所以你现在的人生状态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被裹挟的人生。那这个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想一想，先不说你们未来关系的走向，最起码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我接下来的人生到底该何去何从。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好好想一想，如果还是真的想以后能走到一起，看看有没有一个什么折中的办法能够各退一步，哪怕咱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孩子想想。那孩子在这样的状态下长大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到底是该怎么样子的，他会认为什么样是对的，我行我素是对的吗？希望你的人生都能少走一些弯路，少碰一些壁吧。姑娘，我觉得首先你放下防备，因为我们所有在座的老师没有一个人是真的不希望你好。即便是当我们觉得因为你给我们的反馈我们被激怒了，我们也依然希望站在这里的每一对人都能够珍惜你们难得遇见的这个缘分。我们没有想去指责你的爸爸和妈妈，因为他们真的是在倾尽全力的去爱你，把你养成了在这个家庭能力范围之内极尽所能可以养成的那个公主。但是你在你那个小家庭里当公主，并不等于你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中心，所有的人都要把你当公主。你一直需要被关注，你需要成为别人眼中那个耀眼的人。当我们说你没那么耀眼，你会反问，凭什么你说我不耀眼？这已经成为了你的一种反问，是抗击你现在面临的各种失落挫败的一种本能了。不要这样，你这样对世界，世界也会像镜子一样这样去对你。至于男孩子，我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应该家庭里你很少有机会去说不吧？你家里有人强势吗？我妈比较强势，妈妈比较强势是吗？所以你本身对于这个强势是没有对抗的能力的，对吗？也可以。其实坦率的讲，如果啊，姑娘，我说一个词儿，你别介意。如果她有公主病，这个病要治。我不是说你不好，而是说我们有问题了，我们要面对自己的问题才会更好。我不是在现在跟你讨论当下好不好，我是在讨论你未来会不会更好。听懂我说的话了吗，姑娘？小伙子，他如果说再有任何这种要求过分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的同时守住底线，别害怕，坚定而温和的守住你的底线，就是在跟他亮出你的原则。尊重原则是夫妻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步，希望你们能学习，不然在以后再一次重新做选择的时候还会摔倒在同一个坑里，好吗？谢谢吕老师，也谢谢你们二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两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侯22岁，来自河南，私营业主；小吕22岁，来自安徽，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他现在心思根本不在我这儿，一直和别人藕断丝连。他总爱翻旧账，还胡思乱想，我做什么都不对。感情中谁付出的多？我呀，我和我父母一再忍让，他就想空手套白狼。我呗，生活的压力都是我在扛，他一点也不懂得体谅我。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先把温饱问题解决了吧，别再买彩票了。别总不分青红皂白就发脾气，有话好好说。22岁这恋爱谈的这么大的火气吗？今儿谁要来的呀？他要来的。你俩谈了几年了？2年了吧。他对你有很多不满的地方是吗？他是想挽留我，但是我这次我来节目的主要目的就是我想分手。其实我们两个刚开始刚认识的时候还挺好的，但后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开始迷恋上买彩票。买彩票有很多人都买呀，但是他不是普通的买彩票了，他已经是沉迷于买彩票，并且他在彩票上花了特别多的钱。然后当时这个事儿也是我挑起来的。当时我们一起出去玩嘛，路过彩票店，我就逗逗他，我说去刮一张呗，万一要中了呢？但是我没想到是我们真的中了3000块钱。然后，但我没想到他呢，他开始背着我偷偷买彩票。我买彩票还不是因为我压力大？你平时吃的用的生活费不都是由我来开销的吗？
你一个月就1000块，你平时用的化妆品、护肤品都动辄大几百、上千块呢。那我那些护肤品、化妆品都是我攒下我自己的钱，我自己生活费，全部都是我自己买的，关你什么事呢？你确定那都是你自己买的吗？是，其中有2个包，有1套护肤品是他买的，没错。因为这个事情，我心里很高兴，我觉得很感动。结果后来呢？后来他就开始买彩票，他买一本不中，买一本不中，就一直在买，一直在买。到最后把所有钱全搭进去了。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当时是在我们学校门口卖早餐的嘛。其实一开始生意还不错，因为当时卖早餐的特别少。结果后来卖早餐的人越来越多，生意就不太好了。他又不怎么出力，我们2个基本上就是靠我父母给的生活费过日子。但我父母给的生活费很少呀，一个月只是1000多块钱，要维持我们2个人的开销。你花了多少钱买那些彩票啊？最凶的时候，他一次性花了5万块钱。我当时觉得他几乎是疯了，而且那个钱是他刚刚创业的时候，然后他父母给他的钱。之后我们生活不是还挺困难的，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他要去动这一笔钱。后来我有一次过生日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想过他拿这笔钱去给我买礼物。那次过生日，然后我提前1个星期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有个想要的包，你能不能给我买呀？他当时说他有钱，我说行，那我就要这个了。结果到了那一天，我一开门，我看他2手空空回来了。他什么也给我买，我不是给你买包了吗？桌子上不是放了一个包，那不就是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吗？但是我当时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的是一个2000块钱的包，然后他就拿一个200块钱包过来糊弄我，他又把所有钱全都去买彩票了。那他在买彩票这件事上，一共大概花了多少钱？5万块钱是最多的，其他零零碎碎的，其实我具体也不知道。哎，我问一下，刚才男生说到一点，说你的生活开销都是他在负担，这是真的假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他有一些钱嘛，然后我们2个人就是由他来负担，但后来他不是没钱了吗？没钱那没办法呀，那只能花我的呀。你的生活费一个月就1000，对吧？对，有时候我爸妈会多给一点点，但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所以现在就是相当于你一个月用你爸妈给的钱，你们俩一起花，是吗？对，所以我们生活就过得特别拮据，吃了上顿没下顿。那现在小伙子主要在做什么？工作是早餐，开早餐还在做早餐是吧？只不过生意没以前好了。对对是。挣钱吗？现在能挣个5、6千块钱左右吧。那不也够你们俩花了吗？但是他买彩票呀。所以你大概你知道你到现在为止这个彩票上你花了多少钱吗？大概花了有个8万块钱左右吧。在多长时间之内？几个月吧。短短几个月。几个月花了8万。对，一开始我们生活质量还蛮好的，因为他还能挣钱，他也不乱花，然后我自己也有钱。结果后来他开始迷恋上买彩票之后，我们生活质量就一落千丈了。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就是因为他在学校门口卖早点。对，然后就平时我们2个就聊天聊得挺好的，然后他会问我喜欢吃什么，然后不喜欢吃什么，他就会每天早上做我爱吃的，然后给我送过来。那时候是冬天，就挺冷的。那天我以为他不会来了嘛，结果我一看他竟然来了，然后我当时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惊喜。然后我想他肯定是爱我的，他看我穿的特别少，然后他就把他自己围巾拿下来给我披上。当时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人他真的好暖心啊。哎，男生你是勤工俭学呢，还是你早出来工作了？我是高2以后休学，然后出来工作了。现在你是一点都不挣钱吗？都是在买了彩票，基本都是需要靠女生来支援你吗？本来是挣钱，但是我不是买了，后来我又不买，就改掉了这个毛病。他说是这样说，但他就是没完全改，因为他现在手里没钱了嘛。之前他手里有钱的时候就大几千的买，现在手里没钱了就几十的买。其实他现在买我也懒得管他了，因为他现在没什么钱，要买也只是买20、30的。算了，我想我也懒得问了，就由着他吧。行，今儿是听出来了，第一个矛盾就是在这个彩票弄得2个人的这个财务，还有2个人的感情都已经出现问题了。姑娘，你还有什么原因是要跟他分手呢？他和他前女友还是藕断丝连的。我哪有和他藕断丝连啊？那你自己说，你当时开这个早餐店是为了谁？我当时趁他洗澡的时候，我翻到了他之前和他前女友聊天记录，他当时已经和我谈恋爱了，然后和前女友的聊天记录还没删呢。那都是我俩之前的事了，你现在非要揪着不放干啥？我有证据吗？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当时就像一个舔狗一样，别人一句话都不回他，他在那还说要做人家爱吃的东西。这是之前发的，只不过没有删掉，被他看到了。
还没有跟他在一起，那时候我俩已经分手了。那这不就是舔狗吗？哦，分手了。你开早餐店是真的为了你前女友开的呀？对，所以这都是他过去的事儿，这怎么能说明藕断丝连呢？他现在和他前女友还联系着呢。啊？还有聊天记录也是被我发现的。我每每想起我去上晚修课，下课的时候呢，都会带着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妈妈在楼下等我。我们当时就吹着晚风，一起去旁边的小公园散散步。现在想想都觉得挺无忧无虑的，你都还记得吗？现在我感觉自己挺抑郁的，感觉生活好像都没有什么动力了。我不太方便，下次有机会吧。然后这个女生就发了一段语音，然后接下来是打了27分钟的电话呀。对，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谁给谁打的呀？这是他给我打的，然后我接了。你打的呀？你打过去的才是绿色的呀。你打的？哦，对，是我打的。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啊！当时是因为她和她男朋友分手了，所以来找我，然后我作为正常朋友去安慰她，就给她打这个电话。那你是这样说，但是你打电话，那谁知道具体内容呢？她是在那一直哭，我也没有说什么，就一直在那哭，哭了27分钟。对，说着说着她就哭了，一直在哭。你别老揉你的衣服角，显得在说谎。跟前女友，所以就发现了藕断丝连，是吧？对，但是这件事情过后，他就干了一件更让我生气的事情。我和他吵架嘛，结果那次问题还没解决呢，这不大半夜的跑了，然后我当时就心里就挺不高兴的，但还是担心他嘛，我就去找他朋友，我问他朋友，我说你知道他去哪了吗？然后他朋友也不说话，我感觉就是故意帮他隐瞒着我的。然后我当时我就逼他朋友，然后他朋友最后才说他去酒吧了。我当时就一下我就冲到酒吧，我一进门看见他正和几个女生一起喝酒呢，而且喝得特别开心。他进来就把酒泼在我脸上，根本不顾及我的面子，让我在朋友面前很下不来台。那你背着我和别的女生喝酒，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那个都是我朋友带来的，又不是我带来的女生。因为当时我跟他吵完架，我心情非常烦躁，所以我就想去酒吧静一下。去酒吧静一静。后来第二天还是我去找他道的歉，给他做了爱心便当。别提那便当了，一说便当我就想到早餐。前女友了。他是向我道歉了，当时我一鬼迷心窍，然后我又和他和好了。我一想起来之前那些点点滴滴，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其实之前还挺好的。然后结果呢？结果他还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了？脚踏两条船呗。我没有脚踏两条船啊！那次下雨的时候，我让他接我回宿舍嘛，我就说你回家给我报个平安呗，让我知道你安全到家了。那天是晚上嘛，然后又下这么大的雨，我就挺担心他的。然后结果我在楼上等啊等啊等，迟迟没有他的消息，然后我又急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还是不接，那我就更急了呀，我就下楼去找他。结果呢，我一到楼下看见他和前女友正雨中漫步呢。我当时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他没有带伞，所以我就是作为正常朋友去把他送回宿舍，刚好被他撞见了。他就说我脚踏两只船，这我真救不了你兄弟。看朋友圈看见前女友没带伞，就送把伞过去。我要是你女朋友，一脚就给你踹回前女友那儿了。其实当时我是已经对他心灰意冷了，但是后来他呢就苦苦挽留我，说什么他一心一意只有我，说他心里只认定就是我了。我说你说这种话，你总要做些事情来表达你决心。然后他就讲那就结婚。然后我当时一鬼迷心窍，然后我说行，那就结婚。然后结果我一说那个彩礼问题的时候，我就要50万。他那上来不是说我要50万，一辆车一辆房还要50万。我是要车要房了，但是我考虑到他可能刚开始创业没什么钱，然后我觉得对他来说就有房有车压力太大了。但是两个人结婚嘛，你总不可能彩礼没有吧？我说那要不然就要50万彩礼。然后他说回家跟父母商量。结果呢？结果一回来说我太势利了，说我要钱要的太多了。我说我去你家，我去找你父母，我来谈这个事情。你去他们家去谈彩礼去了？对。然后结果呢？因为他家比较远嘛，我坐车坐一上午才到。到那时候正好是饭点了，结果他爸妈连像样的饭菜都没给我准备，就连一口喝的茶水都没准备。我当时就特别生气，他妈就还在一旁就是说那种特别伤人的话，说什么你要是想找大款，你就别找我儿子，说什么我家没钱。我觉得我妈妈说的也没有错呀，我家又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
不是兄弟，你跟你父母商量了，觉得这钱不能承受，是不是？对。那你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女朋友过去上门去要呢？我已经跟他说了，他觉得我说的是假话。因为我觉得他就有点太窝囊那种感觉，开不了口是吧？不够狠是吧？对，那这彩礼也没要下来吧？没有。然后当时我气冲冲就走了，回家我告诉我爸妈这件事儿，然后我爸妈就说，那要不让他来咱们家，咱们一起商量一下这个彩礼的问题。然后我爸妈就叫他去我家吃饭嘛。那根本就不是吃饭，上来就是鸿门宴。他爸妈既要房子还要市区的，还要学区房，还要150平。还要交通便利的，这下来都150多万了，这比彩礼多得多了，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哎，那你可以先付个首付嘛。但是他家不同意啊，他家非要全款。全款买房就是我们家底线。我父母说，总不可能一结婚就还住出租屋吧，这太不像话了。后来我父母说行，那要不然彩礼少要一点，就要个10万20万，意思一下，然后双方都有个面子嘛，然后亲戚朋友面前也说得过去嘛，然后要一套房。后来他还是说不行，说没钱，然后直接当时摔个筷子就走了。他们家有多少钱，几斤几两？你去他们家，你应该清楚了呀，是不是能拿出这150万买房的家庭啊？但是我以为只是他爸妈不想给我。你去他们家没看他们家那个条件吗？我们那边正常家庭那也是这么些钱呀，那有人还有2套房呢。你找你们家那头的人去呀。所以你们2个人今天之所以来到我们节目，是不是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崩了？对，一方面就是他父母对我太不尊重了，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想和我结婚的话，他怎么可能对我父母那个态度，直接摔了筷子就走了呢？我觉得他应该用心去维护一下这个关系吧。男生，那你今天准备怎么挽回他呀？我觉得2个人在一块儿挺不容易的，一直走，在我买彩票的时候，最没有钱的时候都他陪着我，当时我还挺感激他的。就因为遇到彩礼的问题，导致我俩崩了，我就想来能不能商量商量。你说说你就是能达到什么样的实力？彩礼准备给多少？准备20万。房子没有。车也没有。就只有20万的彩礼是吧？对。姑娘行吗？我觉得不行，总不可能一结婚没地方住吧？我跟他睡大街呀我是想是先贷款买个房子，但是他家始终不同意。首付能拿多少？首付再拿个15万吧。首付再拿15万，房子的首付拿15，20彩礼，对吧？对，这就是你要掏35万。对，不行，不行。而且他是说要给我买房，但是在河南那边买房呀。那我以后我在安徽工作，他在河南买套房，那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你在河南买房干哈呀？是想逢年过节了回去，那好有套房，有个地方住。那你正经时候都没地方住呢，还想逢年过节有个地方住？来，我们听听小刘和小雷的意见啊。如果女方你实在是想和他结婚的话，你肯定就要考虑一下，他这么喜欢买彩票，到时候你们的那个就比如说生了孩子，可能就连奶粉钱都买不起。然后如果你要和他结婚的话，你就要把那个经济条件给他管理好，把所有钱全部给他收了。其实这个姐姐，我私下其实我挺想加你个微信的，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教育你男朋友的吧？你最好别加，不然你还得来2轮。不是，你是羡慕他是吗？对，我其实是挺羡慕他的。哎呀，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劝吧。你俩赶紧拆吧，没有什么必要。你知道，女孩回去跟自己父母说我要结婚，这个时候她爸妈给的出来的东西，就是她真实的预期对于未来嫁女儿的一个想法。他不针对于你，你知道吗？明白。他们本身对于自己女儿未来要找的那个女婿的预期，你就是不达标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女朋友的消费只会越来越高，因为随着她年龄的增长，随着她以后的参加工作，随着她以后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她的物质的刚需在未来10年之内，我觉得是一直要往上走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你现在也没有资格去跟他结婚，因为你确实在两性关系上你是很有问题的，并且你在没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你提出来结婚这个事情，我觉得首先对他和他的父母这是不尊重的。你说没有金刚钻，你不要揽瓷器活，完了之后人家认认真真的考虑了你说的结婚这个事情，那本身他要结婚的这个条件你拎出来了，最后你觉得他们在冒犯你，实际上是你在冒犯你自己。就这个锅，我觉得不要甩给女方，也不要甩给女方的父母。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必要条件，我觉得现在你们俩彼此都没有，并且你这个女朋友更多的，我觉得
他也很容易，就你俩都很容易意气用事，就容易不理智判断。我觉得现阶段如果2个人去走进婚姻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然后如果是谈恋爱的话，我也不建议你们俩再谈恋爱了，因为你们俩会耽误彼此的人生，因为你们俩都是非常务实的人。而且2个人都想着要撞大运，他想撞的大运就是一夜暴富，你想撞的大运是你总觉得他还有，他不给你，你总向往着自己的男朋友是个有钱人，你总这么骗自己。我觉得这样是没有必要的。2个都有投机主义的人真的不适合在一起生活，因为粉饰太平，你们拆穿了之后太残忍了，你们也不要再祸害彼此的父母了。我就建议你们俩就分开吧。其实男生为什么要提出结婚？你其实只是为了解决一件事儿，你想让对方相信，我现在心里只有你，我不会跟前任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和你结婚的，对吧？但是你自己啊，这题答错了，就是你本身现在其实你的压力是很大的，你面临2个压力，一个是经济上你是扛不起那个担子，还有一个感情上你是守不住那个边界的。你逃避经济压力的一个方式就是你选择了去买彩票。情感上很简单，你其实摆脱不了前女友的诱惑，你也不满意现女友的表现，你认为她是不理解你的，所以你就想要在2个女孩之间你找一点喘息的空间，就有了在雨夜的那个漫步。所以说你明明是现在难题已经很多了，你偏偏还有人为的制造了一个难题。我们要想仰望星空的话，我们先填平脚下的坑。女生不能太过于评判你，为什么呢？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在情感方面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在你的生活方面，你还是一个蛮精致的一个女孩，你是希望享受那种精致的生活，这没有错，我们不能把你物化。但其实你不觉得现在你想达到的，其实并不是现在你应该去得到的。如果是通过消费别人，甚至用自己的情感付出去换来一些物质的享受，这就不对了。所以说你要真是理清楚现在你的状态。如果你过度的去这么做，并且去到人家去要这个钱，我觉得其实是在让别人看不起你，你自己在给自己贴上物质的标志，而不是别人。我们所有的享受都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我们要经济独立，更要意识上独立。即使我们结婚了，即使我们恋爱了，但我们要靠自己，这才让别人看得起。俩人都不是真心的想结婚，都只是拿结婚说说而已，在这儿还当真呢。男生说结婚是权宜之计，为了把女孩哄回来；女孩说结婚那是赌气，我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儿。所以你这个50万就是张嘴说出来，你压根儿没有回家跟自己爸妈商量，你是先说完了50，回家跟自己爸妈说，爸妈才会说你这50不如要套房。这顺序是这样，再加上姑娘真的满足了你这些条件，你嫁吗？你不会嫁的，你压根儿打心底就没瞧得起这个男孩，否则你不会张嘴要50万的彩礼，你其实这50万就是让他知难而退，甚至你去他们家上门要，你觉得你去他们家上门要是去羞辱他们家的，其实是你自己遭到了羞辱。你以为你去他们家气势汹汹的推开门跟他爸他妈说啊，我告诉你们给我50万啊，你以为他爸他妈会那种笑脸相迎，然后远接高迎，贵客来了，哎呦我的天哪，结果发现人家爸妈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姑娘，今儿既然你们俩来这儿了，我说点实话，你是大学生是吧？对。他高2就肄业了。对。门当户对这4个字儿不是指物质条件相当，指的是2个人从原生家庭到生活成长经历，到你们2个人的圈层，到你们2个人的朋友，到你们各种方方面面，以及对未来的规划和理想，以及你们对未来生活的目标是否匹配。我并不是说教孩子们物质，我只是拿出很现实的问题来说，这就是女生为什么敢张口要50万，因为你知道她给不起，因为你知道你根本不可能嫁给她。你的未来你有你的规划，而他其实自己心里也清楚，他根本娶不起你。所以我说，
谈恋爱的时候呀，就好好谈，咱们别扯什么结婚不结婚。如果你们连恋爱都谈不明白的话，就开始往下一步考虑，那其实就像是小朋友穿大人的衣服，看起来特别的可笑。如果都不爱，就分了吧。结婚这事儿别斗了。先跟男方说啊，现在的局面咱们先认清，现在的局面是女方想分开，你想挽回对方。好，说到要挽回啊，有很多的来访者也有想去挽回，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路径，或者我会告诉他们一个清晰的路径，而不是像你这样就是各种做保证，做完保证之后没有后续了。接下来你至少还要做的就是你要给出对方一定的安全感，比如说彩票这件事情就能不能彻底不买，然后前女友这个人就能不能彻底不再联系，或者说能不能做出一个举动，我今天就把他删掉，或者我今天就把他拉黑，或者他发消息我就是不回了。然而连这个你都没做出来，还有再往下一步，你至少要有你的态度。你看刚才你可能说出了心里话，比如说10万20万都行，那是在我们一众老师的一步一步去问你的情况下你才说出来。那这个东西这个态度为什么不能提前给？比如说当对方女方这边说要50万的时候，能不能坦诚的说确实是拿不出来，或者说我跟父母商量过的，我们现在的极限就是能拿出来多少，还能不能有点什么其他的办法？如果你真的有很客观的去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他的态度也会好一些。是你哪怕你表达出我现在极限能拿出的只有这些，比如说35万，可能还差15万，我确实给不到，但是你给我时间，你给我时间我去努力，比如说2年，我去努力，这个钱我一定会赚到。我家里拿不出来，我努力赚到，我给你。当女方看到这个态度的时候，她也愿意为了你们的关系跟家里去争取。我说的对吗，女生？然后还有一个结论告诉你们，就是现在你俩真的不适合结婚，连在哪儿都不一定呢。说在安徽就一定能在安徽吗？不一定的。两个人各自毕业了，先工作一段时间，比如说工作个1到2年，然后再看一下感情是不是还像现在，是不是彼此都有意向。如果还有，到那个时候再好好相处一下，再谈婚论嫁不迟。我脑海当中一直在转哈，说你过生日的那一天，你想要的是一个2000块钱的包，但他只给了你一个200块钱的包，对吧？我听这个话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很多女孩子都曾经经历过的一段人生成长。最开始向往一个奢侈品包包，然后拿着这个奢侈品包包去过着并不奢侈的生活，但是其实当你经过了这一切繁华之后，你会发现它在手里其实它和200块钱的包甚至20块钱的包没差别。所以那2000块钱的包是你向往的生活，但是200块钱其实才是生活。那2000块钱的包对于你来说就和那50万的彩礼、150万的房子和一辆车是一个道理的。姑娘，你一直有一个你向往的生活，我觉得这应该是你爸爸妈妈很希望也能在你心里根植出来的一个东西，希望我的女儿可以活得骄傲，没有错啊。但是你要看你找的这个人能不能给得起你这个骄傲。也许跟他在一起200块钱的包，去菜市场买菜，每天早上吃他早点铺做出来的早点，也是一种有滋有味的日子。但先问问，那是你要的日子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清楚了，你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想结这个婚。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现在这种碎片化的生活，信息的高速发达，让我们特别快速的沉浸在各种各样信息扑面而来的过程里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错觉，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么多大屏幕小屏幕传达给你的信息是你看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会误以为我和那些成功的人之间就差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不是的，你们差的是脚踏实地的努力。你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呢究竟是一种人设，是一种营销，还是真实的生活要呈现给你。所以自己的生活要自己去赢得，不是通过任何一种交换去做到这件事情。我也同意各位老师的意见，现在谈结婚啊，在你们价值观和婚姻观还都不是特别成熟和稳定的情况之下，有点早。可以稳定想明白了，再去做这个更慎重的决定。
老师们的意见都给完了啊，谢谢我们今天的2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你们2组嘉宾先回到门后，想一想你们要不要出来。谢谢你们，来，请回到门后。登录微信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第1组嘉宾他们是否会出来呢？3、2、1，请开门。哟。这个小雷和小刘，他们是在哪件事上没有达成一致？我相信他们应该不是要离婚的，对，可能就是需要暂时冷静冷静。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他们真的首先能认认真真的跟父母道个歉，然后好好的把自己的孩子养育成人，因为这个很重要，他们关系到下一代啊，这个价值观呐。否则的话，孩子这棵小树也会长歪的。希望他们好啊，祝福他们。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第2组嘉宾的结果了。那同样呢，在开门揭晓答案之前呢，要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想要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参与节目的一些嘉宾朋友啊，有情感困惑的，大家想要找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们去登录微信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公众号、视频号。那么记住啊，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第2组嘉宾的结果啊！来，3、2、1，请开门。他们不会也不出来吧？我估计是不出来。女生成功了，分手成功了。虽然他们没出来，但是我觉得他们是认认真真的对待了自己这份情感，没有欺骗。没有说违背自己的意愿就盲目的走下去，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希望他们未来都能够真诚的对待爱的那个人，也真诚的对待自己。我们下期再见。